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Panda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是我们百万挑战的第8集，也是第一次升级到6600的这个级别，有一点紧张，但是希望升级可以顺利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直接看今天的手牌吧。第一手牌盲注级别2000、4000，起始筹码100万。我在 Cut Off 看到 Q5 同花 Raise 到12000，小盲跟大盲都选择跟注。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7K6 2张方块。前面的玩家过牌了以后呢，我这边其实可以 C 倍，也可以过牌。那如果翻牌的话，有一张红心，我们有一个后门花的话呢，我可能比较倾向于下注。没有的话，我们现在手牌的发展性很小，所以我这边也选择过牌。转牌来了一个方块 Q， 大盲在这边下了一个很小的注6000。那我们现在击中了一个 Q 一对，面对那么小的注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跟注一发。然后呢，合牌有位置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还可以选择去摊牌或者去 bluff， 所以我选择跟注，小盲也跟注，我们一起看到合牌。合牌来了一个方块 A。前面的玩家都过牌了以后呢，现在台面上有4张方块了，我觉得我这边修档应该是不会赢的，所以我选择偷这个底池。我在54000的底池下注了4万，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两位对手都弃牌了，所以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第二手牌我在 Hijack 看到45同花 Raise 到12000， Cut Off Button 小盲都选择跟注，行动来到大盲。他在这边选择 3 倍到8万，那既然我选择低频率的 Open 这个45同花，那这边我就选择跟注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小盲也跟注，其他玩家弃牌，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。翻牌来了686 2张方块，这个翻牌对我的手牌非常好。我现在有一个同花听牌跟一个 Gasha， 然后还有同花顺的一个听牌。大盲在27万6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0万，然后我的后手现在大概也只有82万的筹码，也就是说我如果这边只用跟注的话，就算小盲弃牌了，到了转牌底池也60几万，我后手也大概60万而已。那如果我转牌没有中我要的同花或者是我的 Gasha 的话呢，对手转牌推了 all in， 我可能都必须要盖了。所以我想一想，这边好像不太能用跟注的，因为他打了这么大的一个注。所以在我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选择直接 all in 我后手的82万，小盲弃牌了。大盲在这边想了1、2张摊倍了以后呢，还是选择跟注。在我开了我的手牌以后呢，对手开了一个 KJ 方块，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手牌。我宁愿看到 AAKK， 我的胜率都还蛮好的。看到这一个，我们其实胜率非常的低。那我们来看有没有奇迹发生吧。那最后并没有奇迹的发生，我们输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我们被拆到隔壁桌了，盲注级别2000、4000 ，UTG Raise 15000。我在 Cut Off 看到 AKO 3 倍到5万，结果大盲在这边冷跟空降了5万 ，UTG 也跟注，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。翻牌来了10AQ 2张红心，大盲这边突然 Dunk 了5万出来，然后 UTG 跟注。说真的，大盲这边的范围确实会有 AQ、10跟 QQ， 因为他是冷跟3倍的一个玩家嘛。那我觉得我这边如果 raise 的话，好像有点 overplay 了。然后我有位置，所以我选择跟注。转牌来了红心3，大盲过牌了，现在反而换 UTG 跳出来打了一个15万。那因为红心 A 在台面上，所以我并不觉得这边会有很多的同花。那我现在是一个 TPTK 带一个 Gasha， 我觉得在一个3倍帕我还是必须要再跟注一发，所以我在这边选择跟注，大盲也跟注，我们3家继续看到合牌。合牌来了梅花5 ，UTG 这边不停枪，继续下注了一个35万。那说真的，他这边就是在告诉大家他有同花了，但是因为红心 A 在台面上，他这边能代表的同花真的很少。但是因为我后面还有大盲这位玩家，大盲这边玩家他完全可以有 AQ、10、QQ 这一些手牌，甚至 A10 同花。如果没有大盲的这位玩家的话呢，我可能就会跟注了。后面还有他呢，
我这边其实有点痛苦，最后想了一下，最后还是选择弃牌了。在我弃牌了以后呢，大盲很快就选择跟注了。然后 UTG 开了一个非常有气质的手牌17红心，大盲呢他把牌盖掉了，他说他有10，所以其实我们的 AK 是最弱的，我们输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盲注级别3000、5000，Hijack Limp 5000，Button Raise 到25000。我在小盲看到最好的起手牌 AA 3倍到10万，Hijack 弃牌 Button 跟注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K7A Rainbow， 这个翻牌完全是我们的面。那 Button 的这位玩家我有跟他交手过，他知道我这边会全范围下注，那我这边如果过牌的话，反而显得很可疑。所以我在这边下注了一个小注5万，那 Button 想了一下，选择跟注，转牌来了一张方块6，那我现在后手大概剩45万的筹码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这边如果下注半池的话，合牌就可以很顺利的，也大概是半池的 all in，所以我在这边下注了一个15万。那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，Button 想了一段时间后选择弃牌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加2 raise 31000，我在 Button 看到 AKO 3倍到9万，加2跟注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9J10 Rainbow， 我还没下注的时候呢，加2这边跳出来打了一个半池左右的9万，那说真的，这个翻牌对加2的 range 比较好，它会有所有的99、10、JJ 甚至 KQ。那我这边不一定会把全部的99、10都拿来3倍，然后我的手牌对这个翻牌其实发展性并不是太好，我只有一个 Q 的 Gasha， 我如果这边 AK 是同花带有后门的话呢，我觉得还可以抵抗一枪，所以我在想了一下以后呢，我选择直接弃牌，放弃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手牌 UTG 跟 Lojack Limp 6000，小盲这边 raise 到12000。我在大盲看到了 A4O， 我觉得 Limp 的牌应该不会很强，小盲这边只加到12000牌应该也还好，我这边就选择3倍到45000，想直接抢下这个底池。结果 UTG 跟 Lojack 还是选择跟注，小盲弃牌，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7A3 Rainbow， 那这个翻牌还不错。我们现在有一个顶对，但是 kick 很弱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顶对，然后 kick 很小的，我比较喜欢放在过牌的范围，所以我选择过牌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后面两位玩家也都选择过牌。转牌来了红心 K， 那在我翻牌过牌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过牌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牌应该不会有2对以上那么强的牌力，甚至连 A 都不会有。那我觉得我要开始拿价值了，我在14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4万 ，UTG 选择跟注 ，Lojack 弃牌，合牌来了黑桃 K， 那这张 K 我没有很喜欢，因为我下家的 UTG 这个大哥他打牌很诚实，我觉得他翻牌如果有 A 的话，他可能会下注。那转牌跟住我的话呢，要不就是有 K， 要不就是可能突然来了一个同花听牌后门花的部分。那这张合牌的 K 呢，我觉得蛮容易击中它的范围的。那现在在我的视角里面呢 ，UTG 这个大哥他要不就是有 K，要不就是例如说手里对，譬如说4488，还是说78，他有中到一个小对子。那我觉得面对他这整体的 range，他如果是后门花 miss 的话，我这边下注多少都没有什么差别。但是如果我下了一个小注呢，他的一对7或者是8866这些有一点摊牌价值的，我觉得我可能还可以 value 到它。但是如果它 raise 回来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很确定它有 K，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弃牌，我是这样想的。所以最后我决定在2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小注4万，结果果不其然 ，UTG 的大哥想了一下以后呢，这边 raise 到20万，那我就知道他这边应该是中了 K 了。我就选择弃牌。那 UTG 的大哥人很好，他最后开了一张 K 给我看，那我们就输了这个底池。随着这手牌的结束，今天的比赛也告一段落了。总结一下今天的成绩，我们今天在市政华人参加一场6600的限时锦标赛，我们一开始就 rebuy， 最后的结算奖金是3200。今天尝试升级到6600，但没有很顺利，只好再去3400多多练习。
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这里是 Panda Poker，我们下次见。